这是一个装逼无罪的世界，女人穷的连饭都吃不起，却花上1000块点了一杯咖啡和饼干，咬下一小口放在咖啡旁，然后拿出手机拍照发个精致的朋友圈。只要点赞的人多，她就能提高评分，跻身上流社会。她每天都会练习假笑，不论见到谁都要礼貌的打招呼，然后再配上一个招牌笑容，只有这样别人才会给她点赞。在未来世界，为了能创造一个文明社会，每个人的眼睛里都会被植入一个芯片，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查看别人评分，并且以分数高低分成3、6、9等，满分是5分，评分越高越受人尊敬，如果跌至0分，那就会被直接关进监狱。女主小美的评分不高不低，只有4.2。为了能提高评分，她要随时随地去巴结高分的人，比如这位跟她有过节的同事，她的评分高达4.6。如果能被对方好评点赞，那她的评分就会瞬间提高。小美再次露出招牌假笑，然后偷偷拿出手机打开对方朋友圈。在这个年代，只要滑动手机，对方的朋友圈就会出现在眼前，而且只有自己能看见。两人在一番虚假寒暄后，都给对方打出5星好评。可即便如此小心翼翼，小美也有翻车的时候。小黑的评分只有3.1，她给每位同事都送上一杯奶茶以示友好。小美没有多想，随手给出5星好评。当小黑走后，同事们都开始用鄙夷的眼神看着他。小黑评分之所以这么低，就是因为前不久他跟女友分手，而大家都认为是小黑有外遇才导致的分手。现在小美给他打出5星好评，这一下他瞬间跟小黑站成了一对，同事纷纷给他1星差评。小美的评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，这下小美彻底慌了。就在几天前，小美正准备买房子，这里不仅环境优美，而且周围邻居都是高分人士。中介用虚拟投影模拟小美买下之后的生活。Oh, I'm more than interested. 但小美只有4.2分，享受不到任何优惠，只有达到4.5才可以给她打8折。为此，她特意找到涨粉专家想办法。专家不愧是专家，他一眼就看出小美的问题所在。因为小美的社交都是低分人士，就算给好评，她也涨不了分。只有跻身高分人群，她才能更快涨分。也就是说，她不能在青铜段位混分了，必须要找王者大腿打高端局。可上哪里去找王者呢？这天，小美无意间看到发小的朋友圈，多年不见，他竟然成了4.8的顶流人士。小美灵机一动，找来多年前发小送她的玩具，然后给玩偶拍照发了条朋友圈。不久后，4.8分的发小竟然给他5星好评。就在当天晚上，高分发小给小美发来视频电话，他说自己马上要结婚了，希望作为发小的小美能来当伴娘。小美知道能参加婚礼的人一定是高分人士，这不就是她苦寻已久的王者大腿吗？于是小美立即答应下来，还特意为婚礼准备了演讲词，希望到时候能感动更多王者带自己上分。但弟弟却看不下去了，因为小美一向最讨厌这个发小，他不仅从小一直欺负小美，就连结婚对象也是小美的前男友，两人就是因为这件事才好久不联系。但小美的心思弟弟哪里懂，只要能让她快速上分，抢个男友什么的根本不值一提。姐弟俩因此大吵一架，最后还互甩对方1星差评。小美愤怒的夺门而去。慌乱中，小美撞到一个高分人士，结果又是一个1星差评。但这根本不是问题，只要她能参加发小婚礼发表感人的演讲，这些扣分瞬间就能涨回来。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，她看着发小视频做作的假笑，这丑恶的嘴脸甚至给司机都恶心到了。结果又是一个1星差评。来到机场却被告知自己无法买票，因为坐飞机最低也要4.2分。由于刚才的3个差评，她的评分已经跌至4.1分。这是一个评分为王的世界。由于小美评分过低，她甚至都买不了机票。小美一怒之下直接破口大骂，周围的高分人士纷纷给出差评。保安到场后又给她扣掉1分，如果24小时不扣分，这1分才会涨回来。3.1分的小美甚至连汽车都坐不了，无奈之下，她只能选择租车参加发小婚礼。但这点分数只能租一辆跟她父亲同龄的车，没开出去5分钟，汽车就没电了。她来到充电站准备充电，可由于汽车停产多年，现在的充电接口根本不匹配。她找到工作人员，可工作人员却懒得跟低分人士说话，最后还直接给出1星差评。小美愤怒地问他自己哪做错了。Wasn't a meaningful encounter. 无奈之下，小美只能在马路上拦车。可此时的她只有2.8分，不仅没人愿意帮她，甚至还有人给她打出差评。就在小美绝望之际，一个大妈向小美伸出援手，可小美仔细一看，对方竟然只有1.4分。虽然嫌弃对方评分低，可当下之际，她只能笑着上车。一路上，小美不敢多说一句话，生怕得罪这个只有1分的危险人士。但大妈却是个社牛。小美上车之后，她的嘴就没停过，还跟小美说起自己的故事。原来，大妈之前曾经是个高分人士，自己4.3分的老公因为重病需要住院，却被一个4.4分的人抢走床位。老公去世后，她也开始对这评分系统深恶痛绝。从那以后，她不再注重分数，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最后才导致只有1.4的低分。她还劝小美要活出自我，不要在意别人给出的评分，但小美却根本听不进去，因为大妈是曾经到过巅峰的人，自己也想体验一下高分生活。两人谁都无法说服对方。在距离目的地还有10公里的地方，大妈不再顺路，两人也正式分道扬镳。分别后，小美看到大妈送给她的水壶，这让小美非常感动，因为这是她第一次收到不以得分为目的的礼物。此时她来不及感慨，因为距离
发小结婚只剩下几小时的时间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。就在小美犯难的时候，却碰到一伙小鲜肉的脑残粉。为了蹭车，她干脆扮演假粉丝，小心翼翼应付着脑残粉的各种提问。就在这时，她突然接到发小电话，发小直接告诉她别来参加自己的婚礼，这就是塑料闺蜜情。小美不远万里参加发小婚礼，但发小却嫌弃她评分低，给自己丢脸，而且最初邀请小美参加婚礼，也是为了博得大家好感，做样子。So it was just about numbers for you? Oh, cut the shit. It was numbers for both of us. You wanted those primo votes. Don't deny it. I mean, it's not like you could get them on your own. Let's not kid ourselves. 发小的话让小美无法反驳，但为了能成为高分人士，小美竟不顾发小拒绝，坚持要去参加婚礼。为此，她特意准备了感人肺腑的致辞，只要能在高分人士面前念出来，大家一定会给自己好评，让自己也成为高分人士。Go home. 小美无奈地挂断电话，此时一群脑残粉正蒙圈地看着她。I have never seen your stupid fucking show. 然后小美就被脑残粉扔了出去，但已经着魔的她根本不会放弃。她抢来一辆跑卡丁车继续赶路，终于在婚礼开始前到达酒店。可这里只有高于3.8分的人才能进入，小美只能骑车走小路，结果一个不小心又摔进水沟里。最后她一身狼狈地来到婚礼现场，小美偷走麦克风，然后开始演讲准备许久的致辞。可现场的高分人士根本无心听她的演讲，如此狼狈的状态让大家极为厌恶，纷纷给出1星差评。小美的评分被高分人士差评，现在彻底归为0分。小美崩溃地咒骂这群高分人士，还接二连三地爆料发小的丑事，但她没发泄多久就被保安带了出去。由于分数归0，她被定为罪人。小美最终被送到警局，拿出她眼镜里的芯片，关进牢房当中。自己原本是4.2分的中端人士，结果在1天的时间，分数清零，成了阶下囚。不过现在的小美也没什么可失去了，此时的她才彻底看清评分世界的本质。这时，对面的狱友突然对她破口大骂，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。小美也干脆跟他开始对骂，两人越骂越爽，终于体会到可以随意释放情绪的快感。小美就像不断追求功名利禄的人，为了能跻身上流社会，甘愿戴上虚伪的面具，但朴实无华的普通生活才是最难能可贵的。